把這條橋上的限速我們先取消啊，这条车跑得太快，还太慢了。取消了以后，我发现这些车辆还没有一个老年人拄着拐杖跑得快呢。有的时候游戏设定有问题啊，我们去点開去看一下。你比如說這裡啊，這裡排了這麼長的隊伍，他們是要去哪兒？好像很多是要去酒店的，你看啊，然後去酒店裡的一個綠化裝置，這個也是酒店內部的。吉米健身連鎖也是，他們需要先往上方走一圈，繞這麼長的路，然後呢，再來到這個環島上去往酒店。這個車流量是這麼來的，是吧？那麼今天我們得把旁邊的這個立交得開一個口子吧，或者說我們把這個高速公路給升級一下，用 CSUR。我們把這個高速給修通了以後，他們就沒有必要啊？怎麼帶了一個自行車道啊？不對，可能有些穿模。這條道路為什麼是一個水泥路啊？這不對啊，把它抬高一下，看看效果，是不是穿模了？果然是啊，果然是穿模了。這樣吧，我們先全部升級，升級完了以後再把它個別的穿模的地方抬高。右邊的道路我們把它直接升級到這兒吧，升級到這兒了以後，這個橋梁就不再動它了。這個 CSUR 如果去做橋梁的話，我們還需要手動為它加一個橋索，那樣太麻煩。從哪裡開始呢？想一下，從這兒吧。1C1，然後這邊也來一個1、2、3，再變1、2、3、4。對面是1、2、3、4，變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呢，把它變1、2，加2條匝道。然後我們再把某些節點啊往中間靠攏一點，讓它看起來跟剛才的道路這個順序啊這個位置沒有什麼區別。操作多了以後就簡單了。這個 CSUR 的話可以練習400個小時，我覺得就可以入門了。3個車道把它變成2個車道，它這樣是一個漸變的狀態。然後呢，你覺得這裡啊，這裡變細了，因為我們的這個匝道還沒有抬起來。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這個匝道3、匝道4，先把它給延長。升高吧，直接升高啊，升高好做一點。這看起來就正常了吧？然後對面也來一條。我們可以先把這個路口給調整一下，讓這些車輛呢，他們只直行。節點也抬高，長草了。直行的車輛讓它直行。右邊2車道呢，讓它直接進入匝道。雖然這個匝道還沒有通車，你看這樣的話，這個車輛它就不會提前在這個路口了，沒有問題了。我們再看一下，首先要連接哪條道路？哎，我們需要把這個匝道的節點抬高一下，有一個火車道啊，還不能影響。檢查一下這個高度，這火車啊，我去，火車受影響，還得需要再抬高一點。最起碼要越過這條鐵線啊，鐵路線。然後呢，這個坡道，我突然發現一個問題，這個車輛它過來以後，它只可以右轉，它不能左轉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這條道路上需要再加一個1、2車道，直接把它升級一下，多出來2個車道以後，讓1、2車道這個時候再直行。哎，它已經是抬高的一個狀態了，然後我們直接讓它彎曲就可以了。再增高一個節點，再升高一個節點，讓它這個節點越來越高，越來越高，然後把這個樹木先砍掉，讓這條道路直行，先沿在這兒，還不能和前方的道路有衝突。然後呢，這條道路就可以向右邊一點了，這樣。哎，越不規則越漂亮。細節先不調整啊，先把這個道路連接了以後再說。然後1、2，打彎道，從這個位置開始。然後1、2變3、4匝道，先把這條路給連接一下。
再把中间的节点向中间推动一点点。OK， 然后3、4匝道呢，从这里做一个出口，把这条路先删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已经正常了，这些车辆已经可以随便的走了。我们直接把它给延續下來。我還沒有並道，1、2、3、4應該這樣，把它並道一下。然後對面呢，找一下這個節點，這沒有問題。就坡道看起來太嚇人了，把這個坡道再升高。有的時候我們根據這個地形啊去做道路，然後你會發現啊，我們加匝道、加上下城市的道路，加着，然後呢，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地形去做出來不一樣風格的城市。可以把個別節點我們再調整一下，讓它變得立體一樣。比如說這裡1、2車道可以稍微高一點，然後這邊呢，這邊的道路是連接在一起的，不用管它了。未來要讓這個道路怎麼去走向？你比如說前方有一個山坡，我們如果說想把這個建築蓋在這個山上的話，那麼主幹道是可以沿在這個位置的。1、2車道的循環車道呢，我們從這個位置開始，就這個高度沒有問題，直接把它躍在山上。然後呢，2條車道啊，先連接一下主幹道。這2條道路呢，我們可以讓它去接旁邊的酒店，是吧？從這裡把它分匝道。如果說我們的房子蓋的還沒有這個高速去高的話，這個比例有問題，有大問題。然後右方的道路呢，我們先對齊一下這個節點，再把上山的道路做一個平滑，先手動去制作吧。差不多就這樣。去檢查一下啊，以這裡為視角去看一下。這個橋還不能太高，太高的話，我們某些區域就白做了。比如說以這裡地面去看，模擬一下啊，比如說這裡有一個車輛，然後它看遠方，是吧？沒有太高，那就這樣了。從航拍上看是正常的啊。在我們這兒在房頂跑的話也正常，也是正常的啊。貼地面吧，從這個位置開始貼地面。差不多從這個位置我們開始陸續的讓它抬高，繼續打彎道，再調整一下就行了。這個節點往裡面走，單行道在地面是畫不出來的，然後這裡先把這個彎道給連接，前提是先把這個旁邊的這個高速限速給取消一下。通車了，可以通車了。把遊戲加速一下，3倍的一個速度啊！某一些酒店的車輛，你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還沒有取消限速啊，他們已經優先選擇了高速公路。稍微跟蹤一下，往前走，這裡有一個大坡道，還行，沒有那麼誇張。至於前方，我們去檢查一下這個車流量怎麼樣。車流量再堵車的話，可以把這個輪船給坐過來，讓對面的市民呢，他們可以坐船來上班。這高度還可以啊，這高度是可以的，稍微比剛才正常一點了啊，只需要抬高一點就比剛才正常一點了。我現在已經聞到了那種烤糊的味道，我的電腦可能又快崩了。每次一聞到這個味道啊，基本上這個電腦距離崩就不遠了。為什麼少了2個點啊？這兒，傻了，我都傻了，看錯方向了。這個位置不會再亂竄了。然後這個位置的話，這個車啊，這個遊戲裡面的車輛它可能不夠智能，所以我們必須要結合模組。這個遊戲不玩模組的話，就完全是2個遊戲。也不堵車了。你看啊，剛才我們修這個立交的初衷啊，是因為上方太堵車了，就是這個位置。現在把它修通了以後，再去前方的主幹道去看一下，你看，還是堵車是吧？把遊戲先恢復到1倍的速度，去看一下這個車輛他們從哪兒過來，要去哪兒去。他要幫產品運輸在大興古糧倉，
艾米烘焙、小型谷粮仓。哎，那么现在这些车辆啊，他们都是右边的这个農場的车辆。農場的车輛的話，我們再為他們增加一個主幹道就解決了。其實上方是有一個的，我們可以從中間呢再起一個路口，把它做一個天橋。目前通往這個農場只有一條路可以走，這是不對的。這裡的話，把限速取消一下啊。剛才沒有造多少東西啊，現在不用保存。那個立交造過之後保存了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們把這個農場中間的道路呢，全部取消限速。讓一些車輛他們通過這個天橋過來，然後上方的這個道路呢就不取消限速了。通往酒店的路我們也不取消限速了，讓他們優先走高速，不要通過我們的這個農場，通過農場的話太堵車。這個是本體的水果，這個是裝甲玉米，然後呢這個是溫室啊，其他的一些建築，比如說像這個就是訂閱的，還有這個顏色也是訂閱的。然後再給你看一下，還有這裡的莊稼地，因為這裡有一片空地，我覺得把它放建築的話太亂了，而且旁邊的這個主幹道車輛太多，我就想了一下，把它做成了一個這樣的荒地啊。然後我們把旁邊的主幹道取消限速以後，再看一下這個位置，基本上車輛已經不多了。再看一下這個鐵路上方的這個小橋，不堵車了，完全不堵車了。